胡松，你想不想回大梁？家园故国，怎么会不想？那这次，你跟我一起回去。不，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。如果有一天能回去的话，我只希望是在咱们长林军最终得胜的战场上。长林有你们，实乃我大梁之幸。将军，咱们走吧。走。我与王爷相识于少年，曾经做过朋友，最终变成敌手，争争斗斗近20年。现在若说此事无关你我之间的嫌隙，想来王爷也不会信。那当然。王爷，我黄蜀铁骑的确勇猛善战，但是大梁长林也绝不是你1、2次败仗就能击破的对手。全军南下，王爷难道真的没有想过万一吗？阮大人，本王从未对长林军有过半点轻敌之意。看来王爷坚信自己踩中了长林军的痛处。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回头了。阮大人如今已不是军中主帅，军务之事，与你也商量不着。本王主意已定，绝不更改。可是陛下已经建议，陛下顶多是同意你来见我。若陛下已经决定按兵不动，那阮大人直接宣诏便是，又何必在此苦口费心的劝说呢？王爷，话已至此，不必多说。来人，在。送客。是。请王爷再多些耐心，让我说完最后的话。为将者都知道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倘若此战不能攻城，还请王爷切莫因为出征前许下豪言壮语，就破釜沉舟不肯回头。我阮英在此对天起誓，只要王爷把儿郎们带回来，即便败了，我也绝不会落井下石，多说半句不中听的话。本王还未出征，就提败字，阮大人还能不能盼着点好的？站住！干什么去？问你话呢。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将军，快走！快走啊！
林夕，这次真是麻烦你了。琅琊阁真的能算出准确的日食之期吗？如果老阁主没有把握，他是肯定不会告诉我的。所以你想利用这个天象，给秦灵硕设下一个局？从他备战的情况来看，时日正好。既然他20万皇属主力胆敢入侵我大梁境内，那么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回去。你现在说话的样子，越来越像你大哥了。平静，你明知道这件事不可能永远逃避，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谈谈呢？这件事，等我们回甘州再谈好吗？任何时候，任何地方，只要你想说，我都可以听。召集我们在大禹境内的所有人手，将消息散播出去。就说康王秦灵硕残暴好战，江县白昼吞日之异象，以为先兆。天象若出，如还不诚心跪倒悔改，上天必会降罚于大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配上这些图画，即便不识字的人，也应该知道个大概。记住，你要做的是流言四起，查不出源头。不过重点还是在蓟都和盘城这2个地方。我的最终目的，就是要在秦灵硕的心里和整个皇属军营中，埋下这颗不安的种子。将军放心。将军，如果流言效果太好，秦灵硕迫于压力，真的被吓退了，怎么办？兵凶之事到底不详，我长林也不是好战之君，他若真的就此收主，倒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不过阮英这次以来反倒是帮了我们，当着朝中死敌夸下海口，他已经是骑虎难下了，他不会变的。进来。姑娘，你来了。入夜阴冷，这个褥子是二公子去年秋天出城时猎的，全甘州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皮毛了。他叫我拿来给姑娘用。这变成什么都不齐全，姑娘看看，还缺点什么？杜大夫，我也不是第一次来边城行医了。你看我都忘了。听说当初甘南之战，姑娘第一次见到二公子，就是在这甘州城啊。姑娘，你这次会留下来，是不是这北境很快就要不太平了？
你我既为医者，尽我一家之力便是，不必多想。是。袁大人，此景生表精准，事情明白了，包包关系。我要给父王写封信。这个时候我不想见任何人。是。缘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想，怀化将军大概是需要信使回金陵，相信你也知道，没人比我更合适了。好。这就是金陵城了。要不是跟了侯爷您，属下可能一辈子也到不了金陵。侯爷，属下们都不认得路，不知侯爷府上该怎么走了。先去长陵王府。是。尉迟缘起，叩请大伯父安康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从小啊，也算是娇生惯养，到军中历练，习惯吗？缘起资质愚钝，别的地方长进不大，只是觉得这心智上稳了许多。
你从甘州城一路赶来，莫不是北境有什么异变？这一路长途奔波，你也累了，回去好好歇息吧。大伯父就不留你了。是。大伯父如果有什么吩咐，请随时召唤元气。好。元气告辞。老王爷，晚膳已经准备好了。是侯爷。哎，侯爷，天这么晚了，您这是上哪儿啊？哎，侯爷，你记住，除非是我叫你吩咐你，否则这天是不是晚了，我是不是要出门，去了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，你通通都不知道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小的明白。你是我莱阳侯府的管家，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要是知道外人知道了，你猜猜看会怎么样？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在这儿歇着吧。是。老王爷，按二公子信中所言，他很有自信将黄蜀军主力一击而破。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先帝的国孝犹在，按平京的意思，必定攻守一行。若是细究礼制，多少有些关爱。这个我倒没想到。国孝还没有翻年，边境兴兵，确实诸多机会。这防卫御敌是一回事，围歼大禹主力，
怎么都是一场调动各方的大战。朝中不缺有心人，倒是万一被人扣上顶大帽子，说二公子国孝期间煽动刀兵，老王爷，私下说句不公的话，太后娘娘是个不太明事理的人。您在朝中辅佐少主，局面原本已经很艰难了，这要是在……以属下的拙见，您还是回信劝阻二公子，最好谨慎，稳妥为上吧。老爷，进来。老爷，外面莱阳侯递上名帖，前来拜见。谁？莱阳侯。萧元启。是。夜半三更的，他来干什么？他不是跟萧平京去甘州2年了吗？回来就要见我。把他请到书房去。袁说，你可曾记得先帝当年册封王位的时候，为何赐我长林2字吗？属下一直以为，只是随了长林君的名号。长辈曾教导，长林之重，不在权位，不在富贵，更不在处世圆滑、安身立命。长林之重，重在保境安民。可是老王爷，袁说啊，你也是上武之人，应该知道斩落皇蜀主力，能给北境带来多少太平？10年，10年，北境2郎能少流多少血？边境的百姓能得到多少安稳？先帝一生仁厚，他若是还活着，必不愿拘泥于礼法，就这么束缚住了平津的手脚，错失这保境安民的大好时机。是啊。玄大人，小侯爷倒是稀客呀！啊，请坐。在来之前，我本以为大人多少都会有些焦灼，没想到见面之后，大人竟是如此的气定神闲，不愧是主政多年的内阁首辅。焦灼？我为什么要焦灼呀？这金陵城，表面上一片安稳，实则暗流汹汹，隐而不发。难道还不值得大人焦灼吗？小侯爷这话说得太隐晦了，老夫听不明白。在内，遗旨参政，朝野俯首，
在外，数十万边境军一呼即应。这样的局面，陛下当然感受不到，但首辅大人心里，想必比谁都清楚吧。小侯爷居然也琢磨这个。身在宗室，自当尽忠陛下。难道在大人眼中，这不是我该想的事情吗？这是分内的事。不过小侯爷，想得太多了。眼下朝政平顺，所谓辅政，也不过是表面上知会一声。老王爷真正插手的时候并不算多，更何况他人在京城，怎么呼应千里之外的边境军呢？大人此刻能够如此淡定，并不是因为边境军鞭长莫及，而是因为萧平京太过年轻，在军中的威望比之父兄，实在是相差太远吧。可若是这位怀化将军突然之间，便立下了令一代人仰望的不世之功呢？在下告辞。小侯爷留步。你与萧平京在甘州共事，必定知道一些内幕。你跟老夫通报这些消息，老夫是否可以认为你有投诚之意呀？投诚？我身在宗室，有爵位有职分，如今还有些微的军功。不知大人这投诚二字从何而来呀？身为人臣，效忠陛下理所应当。但除了陛下之外，缘起并无意再给自己找一个主君。小侯爷的意思是说，你前来向老夫通报消息，只是不忿于长林父子把持朝政，玩弄兵权。大人不必刻意夸大其词，我并没有说老王爷把持朝政，我也没有以为萧平京在玩弄兵权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先帝生前最疼爱这位长林二公子，无论他闯下什么样的祸事，先帝总是想都不想的便会维护于他。可如今国孝未除，帝陵未安，他便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功业，想着他长林军的威名。我大梁国丧重礼，先帝生前恩情，在他眼里就如同无物。令缘起心寒不忿的，其实就是这个。小侯爷以前嫉妒过萧平京吗？大人倒是不必加这以前二字。告辞了。昨夜大雨，这池边的桂花香，气息似乎更好了。太后娘娘说的是。二皇子长得越发好了。
瞧这小脸蛋结实的。谢太后娘娘。母妃也夸我长得结实，那年全京城闹疫病，儿臣一点事儿也没有。这么看来，二皇子的福气倒是比陛下还强了。小孩子胡乱说话，请太后娘娘宽宥。小孩子懂不懂事，就是看大人怎么教。哀家早就下旨不要再提金陵那一年的事情了。看来竟是被你当了耳旁风，一吹即过了，是吗？臣妾不敢，娘娘已经下旨，臣妾岂敢违逆？真的没有再提过半个字啊！娘娘恕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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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恕罪。太后娘娘，首辅大人请见。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。好了，别装成这个样子，带着你的二皇子回去，好生教导吧。安如姑娘，宫里不就是这样吗？站在最高处，别人才不敢轻视你。姑娘慢慢学吧。你是年轻人，久未回京，应该好好和朋友们聚聚，好生乐呵乐呵。有事儿我自会叫你，不必天天过来请安啊。是。哎，好茶。大伯父，缘起有个想法，一直拿不定主意，想请大伯父指点。说，孩子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缘起在军中历练了将近2年，听从军令、打仗、冲锋这些都没什么，但若是把人交给我指挥，每次做的都有些勉强，有时甚至觉得愧领军功。上次平津回来时说你对军械配备、粮银调拨都做得非常好，这也算军功，知道吗？那大伯父觉得我还应该继续留在甘州吗？这些个事情关系到你的前程，还要你自己拿主意。不过你若是想回京城，在兵部领职，大伯父倒也是支持你。不瞒大伯父说，对于兵部权责内的诸项事务，缘起在军中也向一些老将军讨教过，深觉自己的所知有限，有些可以领悟，有些总是听不太明白。你有些什么疑惑的，大伯父可以给你解答呀。是。你说萧平津想要干什么？他眼里还有没有陛下和先帝？请娘娘稍安。兄长，你总是这么温吞吞的，哀家拿你实在没有办法。你既然已经得到消息了，为什么不直接禀报陛下？我禀报什么呀？只不过是萧缘起私下里说的几句话，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呢。等到事情发生可就晚了。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萧平津为什么要写信回来？我想，他不过是想要老王爷
在京城再给他搭一把力。娘娘先不要着急，看看他们今后的动作再说。这个萧元启，他是罪臣之子，他靠得住吗？是需要谨慎呐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能够从萧平京的身边拉过这么一个人来，还是有用处的。大鱼的位置，这里。老王爷，要掌灯了。知道了。不知不觉已经劳累大伯父这么久。娘娘不用担心，姑娘虽然烧得厉害，但太医说了，只要按方吃药就不碍事。她在哀家宫里哪能安心休养？明日若是还不见好，你派几个妥帖的人，先送回府去，等养好了再回宫里来吧。是。安如姑娘心肠太软，这一点点惊吓就受不住了。谁又不是从她这样天真的年纪，一点一点长大的呢？母亲，对不起。我不该动摇的。为什么我每次去长林府之后，都会忍不住要动摇？他所说的那些话，只有萧平章才会真的去相信。可是结果又如何呢？人死灯灭，完全都不值得。侯爷。有人来访是吗？是。是首府荀大人吧？是。我知道了。唱歌起
修明堂，忆当年变成战火万里冰雪茫，人间多邦，月出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，灼灼堂弟，亘古自在华章，宇宙疯狂，何方？林间月明看层峦叠嶂，汉角金鼓长饮，千骑卷平冈。烈酒当饮尽觞，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。论后几何曾远悲凉，清平世间香。两公苍野无伤，谈天道何时不勇往？金樽玉，凭血浪，血液都射心芒。换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万长江。论豪气何曾远悲凉，清平世间香。愿天下从此